今个叫你过来啊，是让你看我这个东西啊。这俺也给我这个，我怀疑是个金币。金币？哎，我经常看你的视频啊，你那都是发的都是银元，你看我这一块。哦，我瞅瞅，我能上手看吧？哎，可以。你看是不是？我看你那视频啊，发的都是银元。啊，你看我这个眼神，是不是金嘞？这我要发大财了。老哥，发财吧，估计发不了财。东西呢也是老的，这个确实是老东西，但是不是金的，也是银的。你在我色儿是咋回事？你在我视频里看到的很多都是白颜色，对吧？对，黑嘞，白嘞。对，这个为啥是有这种颜色呢？估计是因为这个银元保存的方式不一样。这个是刚才听你说是老爷子给你的是吧？对啊，俺爷给我的呀。首先这得是传世的，才会有这种五彩包浆。老爷子保存的方式我不知道怎么保存的，反正是时间长了，所以造成这个银子氧化，产生五彩包浆。是包浆，不是黄金。哎，对，不是黄金。不过你这个品相非常漂亮，我再看看背面。哎呀，背面也是五彩包浆，也非常好，但是很可惜。您看一下这里，明显的有细划，这是划伤。您仔细看一下，是不是有细划？如果没划伤的话，就这一块银元，我估计肯定是1000元以上，因为普通的小头也就600-700块钱，带五彩包浆的价格很高，轻轻松松能翻倍。但是很可惜，你这有划伤，也还是几百块钱。几百块钱？对，几百块钱。东西不是金的，肯定不是金的，能明白吧？这看着我说这给俺爷过这一块是个金来了。哎，不是金，上边是孙中山，当时民国刚刚成立的时候，铸造的这个孙中山的开国纪念币，铸造量非常大，仅次于袁大头，所以它的这个价值很有限。那你这东西咋弄？是继续收藏还是给我？这个叫你来看看这个，不是主要的，不是主要的，是我有一个宝贝，有个宝贝啊！这我看你，我喜欢看你像你这时代，我看啥宝贝，我瞅瞅，黄金，一块黄金，看到没有？金子都摸出来了，这是搁地里扒出来的，在地里扒出来的，对啊。哎呀，你说的这黄颜色是这。这不是露出来了吗？黄金，我瞅瞅，5斤正良。哎呀，老哥，您这个也不是黄金，也不是黄金。你看地里扒出来，你看地里，我知道。我跟你先说一下啊，这个东西肯定是老的，并且时间不短了，比你刚才那个小头，比这个时间长，比这个时间还长。那。但是这个说的对，价值吧，估计他俩差不多，不是黄金。这个黄的是铜，这是啥？这是黄铜，有那么重？我知道，挺沉啊。这因为这是实心的，这么大一块，它肯定重。这要是黄金，比这要重得多，估计最起码它是它的2-3倍。开玩笑了吧？真的，几个人都说我要发财了，等着我请客吃饭了。你先听我讲，就从这几个落款上来看，这5斤正良，这就知道这是一个秤砣呀。秤砣？对，这不是个金块吗？以前的秤砣，如果说是以前的金锭，首先造型不是这样的，也不会有这个。你看，这是明显要挂在哪个地方挂的东西，不会有这个。这明显的这个器型也不对。这跟这个金锭的器型相差太远，这就是一个秤砣，老秤砣。不过你刚才听你说这是从地里挖出来的，对呀，那就对了，这也算是一笔小财吧，意外之财。那因为毕竟这个要是给我，你能给多少钱？毕竟是老的，像这个估计300-500块钱没啥问题。300-500？哎，老的，这就从这个上面这个落款上来看，我估计啊，应该也到清代了。我以为这黄金的咋着也值个几万块。哎，不，要是金锭这么大个的，还上面还带证儿，那几万块钱买不着，几万块钱买不着，明白吧？来，这东西是老的，咋弄？留着吧，先留着吧，我再看看呢。行，两样东西都是老的，都是对的啊，没问题啊。好嘞，老板，你给我看一下啊，这是俺媳妇儿的嫁妆银元，还有这个结婚时候的金手镯。
看能换多少钱。结婚那时候的银元还有黄金手镯。对，俺老丈人说了，这个东西是传家宝，非常的值钱。哦，这银元是吧？对。啊，这等于说是你跟你媳妇儿结婚的时候，你老丈人给的这个银元。对。品相还不错，都是袁大头。传家宝。传家宝。传好多年了，非常值钱，让我好好保存。对呀，这好好保存，当传家宝留着多好呀！为啥要出手啊？也不知道咋回事。我跟俺这个媳妇儿啊，刚结婚没多久，自从娶到这倒霉媳妇儿以后啊，手机也不知道咋回事，会打牌会入，会打牌会入，这入来叫积蓄都入完了。我想着用这个银元卖了，他不说非常值钱吗？我想用这银元卖了，卖了之后好好翻本儿。对，卖了当本钱，挣钱啊，继续打牌。对。哎呀，这不太合适吧？你刚才也说了，你老丈人说让你们当传家宝留着呢，那现在打牌没钱了就卖了，你说这合适吗？对呀，我也觉得不太合适。我没娶俺这个媳妇儿之前啊，那打牌基本上是逢赌必赢，这个彩礼都是我打牌赢过来的。这一娶俺媳妇儿之后啊，也不知道他没气还咋回事，一打牌都输，一打牌都输。我觉得叫他卖了也算我一个补偿，我挣钱了我再给他买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你这话说的，这个金手镯都是我打牌赢了，我给他买的。哦，结婚的时候，给你媳妇儿买的。对，这金手镯好好的，看起来你媳妇儿也没怎么戴过。才结婚没多久。哦，这就卖了。那没办法，你现在不是缺本钱吗？缺本钱。人不狠站不稳，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。你再说这，我给他买的不还都是我的吗？我的天呀！那你这看你年纪轻轻的也结过婚了，不找个班上，不找个工作？找工作啊，咱这小城市挣个一个月累死累活，挣个3000多4000，还不够我1个小时挣的嘞。我的天呀！这不行啊！你要说你没结婚之前吧，出去玩一玩得了。你都结过婚了，都应该找一个正经工作，好好生活，好好工作。对不对？我还感觉不行。我刚才就说了，没跟俺媳妇结婚之前啊，我逢赌必赢。一跟她结婚都真没气。我决定让她卖了，办本事儿。如果实在不行嘛，我非跟她离婚不中，让我的生活来源都断了。别，那我问一下啊，你刚才也说了，这些银元呢？是你老丈人给你媳妇儿的嫁妆银元。对，是的。还有这个黄金手镯呢，也是你结婚的时候给你媳妇儿买的。对，已经送给你媳妇儿了，对吧？对。那你卖这些东西有没有跟你媳妇儿说呀？这用说啥呀？俺媳妇儿都是我的，她的东西不还是我的吗？不合适因为毕竟是你老丈人给你媳妇儿的。对，你就是即便是卖是吧？因为是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。那你也得跟你媳妇儿商量一下，说一下，对吧？来不及了。这晚上都跟人家约好了。来不及了。你包括还有一个这个黄金手镯。说实话，这个黄金首饰啊，特别是结婚的时候买的黄金首饰，对女人啊非常重要。你说你偷偷的给她卖了，这算咋回事啊？我赢了再给她买个大的呀。你赶紧给我看这值多少钱吧。俺老丈人说这非常非常值钱，我不懂这个东西。我先给你估估价吧。好吧。像这种大头银元的一块儿，我们收的只要是壁面上没伤，我们收的是1200一块。1200一个啊，这总共好像是10块，是吧？10块，10块的话就是12000。这个黄金手镯的话，黄金是按克价来收的，现在好像400多一克，差不多，大概也就440到450吧。对，按重量来。这个手镯50多克，对，那50多克估计得2万多块钱呢。是的，对。这样，我刚才就说了，只是给你估估价。这个东西我还真受不了。为啥？你要是确定要卖了，回去跟你媳妇儿商量好，你和你媳妇儿一起来，我能收这个东西。你自己来，我收不了。我跟你说，老板不假，这个都有发票，这个东西我吃不准。你这个是白买真的，你要不要这个？不，这些东西我都不能要。没你媳妇儿在场，这些东西我都不能要。来，你还拿着。不是感觉假不，东西不假。那你给我瞎胡咧咧半天，这啥呀？这是又不假，你收了不好了吗？俺媳妇儿，你管俺媳妇儿干啥？你是她老公啊？哎呀，不拍脸，只拍那个啥，只拍咱那个藏品，是吧？你的视频我看了2、3年。看了2、3年了，谢谢您的支持。
不是老哥，您这从那个是广西广西桂林啊，你们那儿风景好。桂林轨道金九东腊塘街嘛，我昨天就住腊塘街，到这个漯河市。哦，先到漯河，然后又到我们周口。先谢谢，人大老远赶过来了。没事，先拿出藏品来，咱先看一看。我先拿个铜钱。铜钱。我这边主要玩银元呀。哦，从土里挖出来的。对。哦，做那个砖。做了个盖房子用的那个砖。对的。啊，从土里挖出来的。然后你给它买回来了。对。哎呀，从宁通，宋代的钱。从你通宝多，中宝有几个？你重宝、通宝的价值都不高呀。我知道。不过这个东西看着，你这个应该是老的。我看你做视频的这个是50还是60一个？对不对？对，几十块钱一个。哦，我都知道道理。这个林元红的吗？林元红，哎呀，戴帽的林元红，这个还不便宜。像这个戴帽的东西没问题的话，老哥，你知道这一块多少钱吗？啊？好像有破了有20万左右吧，好像。对。看视频呀。对，那你最起码得20万，因为是戴帽的。对。戴帽的林元红是相对来说，对，光头的要比这个便宜。对，它的数量多一点好像。对，就这个品相，你20万绝对没问题。如果是老的，那你这花多少钱买回来的？这个啊？这个我好像有5、6年了修的，那个时候也就600还是650。600、650。哎呀，你说你，你说值20、30万的东西，你花5、600块钱就给弄回来了，你觉得它能对吗？这个大清轩3，哎呀，这不行。让我们行内看的话，这种包浆是做的假，然后一点都不自然，还特别厚，这说明这厚的话就说明它不是银的。那你这个是21年的三角，21的三角，这个也得值好几万。我的天哪，丽龙五角，大清轩3里面，主币1元的主币，就这种大清轩3 1元，很便宜。1角的也很便宜，但2角的价格就高一些。最贵的就这个，对，是5角的，这都上百万了，真的才能上百万。我知道你讲的意思，我知道。哎，这个好像也是张兆林吧？张兆林16年了，16年。我上面还带铅制啊，对，还带铅制。你想一下，老哥，你买了16年了是吧？这个买了16年了？没有，买了8年。8年了，花多少钱买的？这个啊？这个1200多，1200多块钱，你说几百万的东西，你1200你弄过来了，你觉得会真吗？你身边缺个宠物，你想买个宠物狗，人家说了，我家有个大熊猫，200块钱你牵走，对不对？你觉得可能吗？啊？你觉得天上会掉这种馅饼吗？这个是老哥，就像这铅制版的，前几天人家一样拍卖600多万，你想一下，这你花多少钱买的，你不知道吗？比如说你买的这些银元，一块银元平均下来，了不起5、600块钱呗。啊，700、800、1000、1200也有。哦，1200、800的也有。啊，你想一下，老哥，就这么多，你这里边这么多银元，如果都是真品，你觉得就这些你得值多少钱？我这都是真的，有几千万吗？你光这一个就600多万呀！我的天呀，老哥儿，你讲的意思啊，像这个铅制版的就价格高，对，其他的就低。你像这个也是，像这种也是4铢币，也是1200、800万的东西，你说这2个就1000多万了，你说有没有几千万？这里面还有更何况这军阀币啊，这军阀币这一个都是几十万，这种。如果真的也得个上百万呀！还有你这个中原铅制的，不得也得几百万？你说光就这些，是不是2、3千万了？就说你花个1200、800的5、600块钱，你就想去博那几十万、几百万，不要干这事儿，老哥，不要干这事儿。你讲的是有道理。清代宣统皇帝用过的烟灰缸，你看现在能值多少钱？皇帝用过的烟灰缸，那是国宝了。哎，那小心别行，我小心的上手看一看。我的天呀，这烟灰缸是真漂亮，珐琅彩，
对，过去的老工艺。老工艺，宣统皇帝用过的。对，老哥，你说这宣统皇帝用过的东西，怎么到你手上了？这你都不懂了。俺祖上过去给宣统皇帝，那是从小玩到大的玩伴，明白吧？从小玩到大的玩伴，发小。哎，对。那看来您祖上也不是简单人物啊。哎，实话实说，现在都没落了，啥都不提了。这是以前宣统皇帝用的这个啥家的烟灰缸，珐琅彩的。对，当时俺祖上花了100多个大洋嘛，100个大洋买回来了，直接从宣统皇帝手上买回来的。对啊，宣统皇帝那时候没落了，他也没钱，他也需要银子啊。我的天呀！但是老哥，我这平常啊，你看玩一些这个银元这一类的。你没弄过这个，这个我也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是不是您说的那个宣统皇帝的，因为这下面也没有落款啥的，我不懂这个呀。好，不懂的再继续看下一个。您拿的还有其他的？这一个厉害，我跟你说，当时为了见宣统皇帝，直接卖给俺祖上一块令牌，这个是花了200大洋。令牌？对。我的天呀，圣旨！对。哎，200个大洋，从宣统皇帝手上买了一个圣旨。宣统皇帝当时退位了之后，他开销也大也没钱。对，这是以前的他这是黄金的吗，老哥？差不多，不是黄金。我跟你说，得含90%多的黄金。这您这拿出来，这是准备要出手？这都是祖上留下来的。不是老哥，这些东西要是真的，这可了不得呀，国宝啊！黄金弄的金牌令旨。只要能换钱，能换个几百万，我都心满意足了。想卖几百万？对那你手上我看还有东西，这个是啥？今天我给你拿的东西不多，这个是金锭子，这个是金元宝啊。当时宣统皇帝结婚的时候，俺祖上专门送给他的。就宣统皇帝大婚的时候，对，您那个祖上送给他的这个贺礼，对，这不对呀，上面刻了有字。是上面是一个喜字，那不对呀，你不是说宣统皇帝大喜，您祖上送给他的吗？对啊，怎么又到您手上了？那时候他花钱如流水，那天跟你说，最后没办法又卖给俺了，你看又回来了，辗转又回到俺手上了，又回到您的手上了，那等于没送啊，这的。这废话，这几百个大洋买回来的。花几百个大洋，又从宣统手上买回来了。这搁一块，我的天呀，这总共花了500个大洋。我的天呀，老哥，您这手上都是国宝啊！不是国宝也堪比国宝吧？你别说那么多，我跟你说，孩子马上准备要结婚了，我这现在也没办法了。也是准备把家里的这些传家宝往外卖一卖，准备给孩子在北京买房子了。这弄的，老哥有啥说啥的。我看着这东西，如果要是都是真的，我觉得您在北京买套房子，那是小事一桩。但是我这不懂这个呀。首先你就说这个金锭吧，因为我平常见过银锭，玩过银锭啊，但是从它这个做工上以及它这个颜色上来看，这个金锭它也不像黄金的呀。我拎着重量不对呀，老哥，别扯那么多，你都说你买起买不起，不是买起买不起的问题，我看着不对，所以我要不了呀。您说的这个故事，您讲的这些东西讲的挺大，来历都特别非凡，就是实话实说，就是这圣旨都弄出来了，这吓人啊！那圣旨，我跟你说，你也要不起，我看了，那是你这第一个也不懂，第二个也要不起，你对，没事，老哥，您找就那有钱那主找有钱的。行，好嘞。你好，想弄点啥？老板，那你给我看看，这我前几天不是回老家吗？然后在那个奶奶那个老宅子里边扒出来了一个这个盒子，我小时候都记住了吧？这个盒子里边，俺奶奶吧放了好多宝贝，都在这里边嘞。回老家，对，奶奶的老宅子里边翻出来奶奶的这个放宝贝的盒子了。对，我就叫你看看，天呀，这到底值钱不值钱？这里边有好东西啊。反正我小时候记住，俺奶奶吧有啥好东西都放这个里边，都放这里边。对，奶奶现在不在了。对，不在了。还不错，大头，3年的，这个是10年的，这个也是3年的，
10年的5块大头，还有一个赞阳。哦，不错，这值钱不值钱？挺好。这一块银元怎么着不得值个1000多块钱？一个1000多吗？对，这个是啥呀？呀，挺重，还是黄金的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我拎起来应该是黄金，因为像铜的。那不是铜，不是铜，铜的颜色没这么金黄。哦，在一个重量上、手感上，你能感觉出来。如果说是铜的，比较轻。这是干啥的？这我也不知道，这不知道。对，我看着这个样式，我觉得像刮痧板，按摩刮痧用的。刮烊了吧？应该可能。你还别说，这老太太以前肯定是大家闺秀，刮痧板都这么讲究。这如果黄金的这可贵吧？那你反正黄金的一般都按克来了。这还是个银锭，小银锭，老的。哦，真的。对，如果这素银锭没有落款啥的，应该1两的小银锭。我能倒出来吧？可以啊，可以。东西还不少。这是天宝通宝的铜钱，你别看这铜钱啊，你看是咱们中国字儿，也写的特别好。但是这个铜钱它不是咱们中国的，这是日本的。日本的？对，日本的铜钱，天宝通宝，日本铜钱，一个也能值个110块钱。哦，日本的看着不是没有咱的银元值钱呀。这里面还有小银毫，几个？3个。哎，这2个也是，这也算是银元，只不过这是小个的，库平1分4厘，1钱4分4厘，这种是2角的小银毫，也不错。这2个宣统的，这一宣统的能值个200-300。哦，一个200-300块钱没问题。这一个小铜银的管那值钱吗？这是老的，跟银元放在一起。其他的这粉币就不行了，这粉币不值钱，先放一边，粉币不行。哦，这还有一些铜钱、铜板，铜板的话也不咋值钱，这也都是老铜钱、老铜板。这个是乾隆的这种铜钱，清代的乾隆铜钱不值钱，清代的像铜钱呀，顺治、雍正价值会高一些，像这种乾隆啊、康熙啊、嘉庆啊、道光啊之类的，那都不值钱。这几个没有太值钱的，都是乾隆，不值钱，一个也就10块8块的。像这种铜板也就10-20块钱一个。这个是啥？这看着像铃铛。对。这是小铃铛，这小铃铛也是老的，不过这玩意儿应该也就能值个几十块钱吧，不值钱。这分币是彻底不值钱，时间太短。哦，时间太短。那你这说我还留着这几个。那你这是今天都要出手了？你刚才听你估价，这是黄金的是吧？哎，黄金的是按重量来的，这个我估计20-30克吧。现在黄金400多一克呢，这也400多一克吗？对，这也能值1万多块钱。怪。1万多块钱，你也别说这个银元加上银毫，估计也能值个不少。因为你像这种没商没戳的，我们收的是1200，6块的话，这7000多块钱，再加上这几个银毫，也能值个700-800的。再加上银锭，估计这是1万块钱没跑了。那老板，我看你这几样都不行了啊！这几样不行。对，这几样别说来，老板，这几样吧，直接送给你，你叫这几样。哎，出给你妥了，刚好是吧？啊，把这些卖给我。哎，对，我跟俺媳妇儿是吧，得换手机了。哦。哎，她跟我说好几个月了，我给她换一个，俺俩一人一个。一人换个手机。哎，对，这那些全部送给你了，这那些你给我编下了，懂吗？行，那啥也不说了，那我就给你仔细的算一算。中啊，那这个给你称重量啊。好嘞，好嘞。我这下乡收破烂了，50块钱收了一把这老铜钱，你给我看看能赚钱不啊？我先上手看看吧。都给你。收破烂，收出来铜钱。对。哟，这有大货呀！大货是啥？大货是啥？大货是银元啊！你不是收的铜钱吗？对呀。这里边有银元。银元。你不要以为这个黑不拉几的，这是银的，
不是铜的。你这多少钱收的？50块钱一个山羊老太太里面，我给她收到那种纸壳子、酒瓶子的啊。他就给拿收入来着，非叫我拿走。我说我不懂这个东西，我看着脏不拉几的啊，他给我要100块钱啊，我感觉高，就50块钱，就这么多。对，一盘价50块钱。我的天呀，你这里边有不少银元啊，这个也是银元。银的，对，这是铜板，这确定是铜板，这是老铜钱，确实。哎，这还是一个银元。那金的肯定不会赔钱啊。那你就全部都是铜板，我估计你也不会赔钱，是吧？你这50块钱，这还有一个，这是大头，5块银元。我看这还有没有了？其他的都是铜板的，50块钱，收这么多，对，你这算是捡到大漏了。那能赚多少钱？能赚多少钱？我先说这便宜的吧。好，这铜板一个不得1-20块钱？这是当50的，应该是一个1-20。对，这是民国的当50的，这算是大一点的铜钱了。还有那种当10、当20的那小铜钱。你给我数多少个？多少个？我看赚多少？反正这种便宜，一个1-20块钱，反正这估计可能有1-20个吧，你自己数。好吧，主要是在这儿呢，你赚的在这儿呢。我看这里面有3块大头，有一块这是23年的，不是22年的。要是22年的，价值更高一些。传阳常见到的，一般都是22、23，有点锈了。这大头不错，老包浆的，我估计老太太以为这花黄了或者花绿的，可能以为是铜钱。我看着脏不拉几的，但是这是银元。这大头壁面上没啥伤，我收的话就这一块1200。多少钱？1200一块，一个1200。对，这4个5个6000，4个4800，这个更贵。对，像这个品相的北洋龙，我能给到4000。这一个给4000吗？对，一个4000，这4个4800。8800。然后这19个我数好了，那我估计这就200块钱吧，加在一起9000。你等于说是50块钱赚了9000，赚了9000，180倍。我的天呀！我这个人最会算数了，因为我们做这个收破烂啊，不会算数不行。那是，我的天呀！你这我1个月的收入了，一定是收回来的。对呀，50块钱收回来的。对，我都有点不敢相信。你这弄得我这都不想干店了，我也去下乡收破烂得了。你干不了，你一看这湿公公的，俺那脏脏又脏又累。我的天呀！我也不知道你说的对不对，我想卖给你试试。卖给我试试。确定要出手是吧？我确定要出手。哎呀，你这别说了，你这太羡慕人了。刚才说的这120，你这最后给10块，能不能给20？不是，我刚才看了，你看你这有烂的。我都不挑了，烂的就不值钱，对，是不是？这有的，你看这还有这个，这个，你看边儿，都磨边了，滚边了，这个还有烂的，你看，这烂的，你按理来说你这种烂的就同价了，是吧？哎，这都没给你算，没给你减钱，对不对？看你这老板实在，咱都做生意的，我也知道啊，你也得挣点。那也不说了，你这是赚大发了，对，你这赚大发了。行，我给你算一算。谢谢你，老板。好嘞，没事。你好，想弄点啥？你好，老板，这个在网上也关注你好久了哈。看你这个鉴宝这个能力也是不错，我把我家传的这个宝贝特意拿来给你看。家传的宝贝？对，那看来是特意从山东来的。哦，那你从这个包裹上来看，这个东西不小啊，能拿出来看看吗？看一下。行，包裹的挺严实啊。那怕磕碰啊，特意这样给包的。哦，怕磕着了。我先看看。我的天呀！哇，这是香炉还是啥呀？这是一个聚宝盆。聚宝盆。对，你看一下，这是当年沈万三落难的时候找到我们家。谁？沈万三。沈万三。对，明朝的首富。对啊，我们祖传下来的。哦，沈万三落难的时候。对。
这咋到你家了这？没说嘛，落难的时候上我们家，在那儿吃个几天饭。我临走的时候给个我那就是太爷爷的太爷爷给个这么一个聚宝盆。明白了，你的意思啊，就是沈万三落难到你们家了，对，你们管他几天饭，对，为了表示感谢，沈万三把他的这个聚宝盆啊，对我这给你们了。我这也是准备结婚了，准备买房子了，要不然我也不会拿出来卖。哦，实在是这是一个啥材质呀？当时我太爷爷说这是纯金打造的，纯金黄金的。对，我的天呀，这厉害了！你就看一下里面的包浆啊，干啥玩意儿？你看一下是不，是有源头？老哥，你这想卖多少钱呀？你这没个300-500万，我肯定我也不会卖的。哦，想卖300-500万，准备结婚、买房、买车啊？对，结婚这一套。我的天呀，老哥，你这弄得有点大了。因为我平常玩的是银元，玩这个东西玩的不多，但是啊，首先咱们看一下这个材质。你刚才说是黄金的，这我看着不像黄金的，像黄铜。然后你说这个是聚宝盆，我看着这上面有求必应啥的，会不会是一个香炉呢？哎。当时反正是我爷爷告诉我，这就是一个纯金的聚宝盆，纯金的聚宝盆。行，一直也没舍得拿。那行，咱们再按着就刚才您说的啊，这个沈万三，给您的是吧？你要沈万三确实是明代的，但是沈万三是明代初期的呀，洪武大帝朱元璋那时候的。这个你看这上边的落款大明宣德。大明宣德就跑到明代中期了，明代中这上面大明宣德那时候铸造的，这所以说你这个时间线上也对不上呀，所以这个东西啊，我觉得不对。另外你说你想卖个300-500万的，我这边也收不了，我估计啊，您大老远跑过来，这是算是白跑一趟了。你像这个你看材质也不对，这个东西也不对，这个东西我要不了。你要想让我给你估价，我可以给你估啊。行，那你给我估一个价吧，看一下这个东西值多少钱。行，我看着呢，你看纯铜的，好歹是纯铜的，时间上咱就不说了，我估计啊，时间比较短，你像这个在古玩市场上，我估计没个300-500块钱，还真买不着啊，300-500块。你是不是少说一个万的人？那我只能估这么高的价，要不然你再找其他的高人给你看看，行不行？行，好的，谢谢二老板。没事，来还包起来啊！前2天花1000块钱捡漏俩银元，你赶紧给我看看值不值100万？我看你特别开心，我先看看你捡的是什么样的漏。哎呀，这俩银元我都上网查了，少说也得有100万。了不得呀！这个是贵州铸造的汽车币，哎，对啊，对，这是在网上查过了吧？100多万，100多万，对，那你查的挺对。那汽车币，贵州的汽车币铸造量非常少，并且是全球铸造银元里面唯一用汽车，当主题的这个银元，所以非常罕见。价值一直非常高，老板还是有见识啊。这一块是大头，大头就很常见了。对，你这是说捡漏的，你这是在哪儿弄的？哎，说来话长了啊。有一个下农村收银员的2道贩子，下农村啊，去一线收货的那种。对，他上俺家问俺家有没有老银元。哦，俺家肯定没有啊。那是，我这问你收的有没有？哦，他从包里边拿出来2块，拿出来这2块，这是今个才从老乡家收过来的啊，说是刚刚收到的。对，然后我一想，俺家没有，我可以买啊，对吧？那想法非常不错。对呀，然后我掏出来，我一看，上面带个汽车，就这一块。对，我学能了，我打开手机一查，对，300万。你花多少钱买的？500块钱一块，直接给他搂来了啊！500块钱一块，2块1000。对啊，当时咋想的？捡大漏了。捡大漏了
对呀，这说实话，这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我能会错过吗？我能聪明的一个人。老哥，我想问一下，就你都知道用手机查一下这个汽车币，一个能值100多万，对，你觉得就那个收银员的，他会不会用手机查一下？说实话，那个收银员们，我一看都是2把刀，2把刀，对，脸面头有点闷的。就是不太懂，就是不太懂，似懂非懂，似懂非懂。然后你去捡漏了，这我跟你说，炸的人的漏，我不跟你说，不捡白不捡。那老哥今天这2块银元，这是想卖100万，最低在100万。哎呀，那行，那下面我讲讲。你说。这块汽车币啊，如果是真品的话，就这个品相，你这100万，价格还真不高。我跟你说，我从来不乱要钱。但是老哥，就这种，就这种做工，还有这种编词，我看着这是一眼假的不可能。农村我跟你说，根本都没有假货之说。没有假货之说。对。那有没有可能人家就不是收的，人家直接就兜里装俩假的卖给你呢？不可能，说实话，我一看都是真的。一看就是真的。哎呀。那我得想办法让你看一下。我听着声音啊就不对，老哥。首先您500块钱一个，1000块钱买俩，买的肯定是银元。对，银元得是银的吧？对，我听着声音就不是银的。不是银。然后再看一下它这种锈，我觉得像铁的。不可能。我下面找个东西验证一下吧。你稍等一下，我这儿还真有一个小吸铁石。老哥您看一下啊。过去的银子看到没？过去的银子多多少少含一点铁，含的有铁。对，它银子不纯，哎呀，正常。那行，老哥，那我就只能给你演到这儿了。这东西反正我是要不了，我觉得它是一眼假。那你能给多少钱？你说一下。我给不了钱，我觉得你上当受骗了。你啥都不懂。哎呀，你好，想弄点啥？老板，卖你的东西，你看看。我的天呀，这么多银元！对，是从哪弄这么多银元来？这都俺爸平时他收藏的呀。你父亲收藏的银元，对，现在等于说是给你了。哪是给我了？这个姐，这个过2天结婚了。俺爸想说叫这东西给他做这个嫁妆，全部给他了。等于说给你姐姐当嫁妆银元，整整50块。50块，那你这拿过来卖是什么意思呀？你像这东西传家宝一般都是传男不传女，是不是？那是，那搁老一辈的思想确实传男不传女。这姐结婚了，这东西全部给他，一个没给我留啊！你想我生气不生气？50块，你父亲收藏了50块，1块也没留给你，等于说全部给你姐姐了。那我肯定不愿意啊！那你父亲，这是你父亲的决定啊！那这都说要给你姐姐了，那你这拿出来卖了，算咋回事啊？这不趁这2天不是他忙了吗？办事嘞，我偷偷的叫这东西拿出来了，我叫这东西全部卖了。全部卖了？对，肯定不能给俺姐。那你这样不行啊！你这样卖了，那你不是说过几天你姐姐要结婚吗？到时候那咋弄啊？我跟你说呀，我都想好对策了。想好对策了。对，我在网上买的那一个11块钱一个的，叫数量给他凑够，跟这一样的，这不齐了吗？你的意思就是在网上买50个假的，到时候给你姐姐拿假的。对，我都想好了，我也看好了。哎呀，这样不合适吧？这要是让你姐跟你父亲知道了，这情况，这弄的是不是弄得到时候会很尴尬呀？这咋不合适啊？这最起码你对子女对吧？你得远水短平你对吧？人家都相片人，哪有相片闺女来着？一个没给我留，那是有没有可能啊？你父亲还给你留的有，我刚才看了一下，这50块啊，我看好多都是大头，还有这个英国的赞人儿。里面可没有一条龙啊，会不会把带龙的给你留着呢？这个我不知道，我光知道现在让我很不爽。明面上反正是50块都给你姐了，对，你这当地的反正不开心啊。是，我这点东西全部卖。全部卖了，这可是一笔不小的钱呀。这能值多少钱？这最多一个月都100-200块钱。100-200块钱。对。哎呀，那你是对银元的价值是不了解。我看了一下，大部分都是普通的大头，还有这个赞人，
它暂时跟大头的价格呢，基本上算是一样，只要是壁面上没戳没伤的，我们收的呀，一块1200，这要50块的话，好几万块钱。一块1200。对呀、正好我再添了钱，好几万，我买辆车了，才好嘞。准备买辆车。对。哎呀，想法非常好，但是你这个事儿吧，因为是牵扯比较大，再一个是过2天你姐姐结婚大喜日子，你说到时候你弄点假银元被发现了不合适。这样吧，这个东西呢我能收，你回去啊再给你父亲说一下，对吧？你这你要是偷偷的给拿出来卖了不合适，是不是？老板，我看你这个实在人啊，你说的也中，那吧，要不嘞，我先出了，回去我再跟父亲说一下，中吗？啊，你的意思先卖了，先斩后奏。对对对，那不行，我觉得你要不然你这样，你要是现在能给你父亲打个电话，你父亲同意你卖了，那我就收，不然的话，这东西我真不能收。因为毕竟你想一下，这事儿你这多可恨的！你说你姐马上要结婚了，这给你姐弄的嫁妆银元你偷偷的卖了，这到哪儿说也不合适啊，对不对？老板，你这个人真是多管闲事啊！你要收都收，说实话，净人收着，又不是你自己一家，你收不收？那是。给你不收，我拿回去，我去其他家卖。那这个我是真收不了，因为我要是收了这些啊，说实话，我这良心上我也过不去呀，对不对？真是。你跟你，我收了拿走。那行，我建议你还是给你父亲联系一下，问一问，别中间有啥误会，是不是？啊？你别管了。从俺爷老宅这收来一个瓷瓶子，里面还有10来块银元，你看值多少钱？我先上手看看吧。可以，我先用银元给你拿出来。这些是老银元。还有一个持瓶。对，还有个持瓶。这个叫笔筒啊，我看着这从釉上面来看有宝气了，这还是个老的，还有落款。俺爷教学嘞，退休了，领了工资，退休工资都我这也自己给这银元了。很可惜的呀，就是这个笔筒上面已经有裂了，你看这儿烂了。是的，我看到了。这个东西要是不裂的话，能值个几千块钱，但是这一裂，那就完了，不值钱了。但是好在这个东西是老的。咱们下面看银元吧。你还别说，老爷子留的银元不少，这有10几块吧。这我这还少来嘞。俺堂哥跟堂弟都分20多块。男孩女孩分的还不一样。你说老爷子留下来的银元多？对呀，几百块嘞，俺堂几百块。对，他跟堂弟多。一20口子。这我这算分的多的嘞。咋回事？俺爷不在了，连哭都不哭。我跟俺爷比较亲的，你知道吧？跟俺爷长大嘞。然后哭的比较狠。俺再看我哭的比较狠，最后分我11块。分你11块银元。对，俺堂妹只给2块。只给2块。对。你不是说100多块呢吗？那都分男孩了。男孩分的多。对呀，重男轻女。重男轻女。泼出去的水。对。都不亲了。一些老年人啊，有这种老观念。一直都这样的观念。你还别说，还有带龙的，这是北洋龙，34年的北洋龙。哎呀，品相非常好，可惜这有一个戳记，你看有小戳，影响它的价值。上面有伤痕是吧？对，就是以前把这就是以前的钱吧，把这些银元存到钱庄里面，也就相当于现在的银行，人家要验一下真假。验真假，验完真假之后，他就会打上一个他们特有的这个戳记，说明这个验过了，对，验过了，这东西真的没问题。你要不说我也不懂的，这啥东西我都不知道。这还有2块龙呀，都是北洋龙啊，不过这俩是29年的。这个是带龙的跟那袁大头还不一样吗？那价格不一样了，带龙的是晚清的，大头是民国，它俩价值是不一样的。这个北洋龙是常见的，这个龙阳，然后这俩29年的，一个是季后5点，一个是季后点，还2个板别，看一下状态，没戳记，挺好，这俩不错。这俩不错，对。这俩品相好，肯定价位高了。你今天拿过来是就看看真假，
估价还是什么的？想出手，我看见我心里难受。我一看见他，我都想你俺爷了。我看见卖了。行，我看一下大头有没有板别啊？有没有比如说8年呀，或者是带板的，它价格会高一些。好，这都是普通的，这还是个10年，没有带板的，我看没有带板的。那你这样吧，这个大头呢，我就给你按1200一块儿，大头1200。这个因为是上面有戳记，我给你拿2500，这个上面带戳的。对，这两个不带戳的嘞。这不带戳的呀，这个一块儿给你拿4000吧。一块4000，2块8000。对，这下来应该是差不多2万块钱没问题，但是这个我就要不了了，这可以拿回家吧？这个你多少给我点呗，我也别还家了，这万一摔碎了，1毛钱也不值。确实，这个是不是笔筒？以前放毛笔的。对呀，都是俺爷好写书法嘛。那你这样吧，我就放我店里头，一会儿摆后面那博古架上得了。像这个我给你拿个500块钱，那中呗，行吧？那中啊，谢谢老板。我下边都给你算一算，中可以。你还别说，这老爷子存下来的东西不少。我这分的还不算多。哎，小护士啊，你好，大爷。你过来了呗？啊，非常感谢你来到啊。那这块银元，那放的时间不短了吧？那我放了好几年了。好几年了。我的天呀，这是陕西省造的银元呀！啊？有几十万头。几十万？对。那不值几十万呀？谁跟你说值几十万的？我一个字儿。一个侄子跟你说值几十万？哎呀，大爷，我不是说那个啥呢，我不是吓你呢啊！就这块银元要是对的话，你别说几十万，几百万。你也买不回来。那我都没想到我顶那钱，你真的吗？陕西省当时没有正式的发行银元，只是试铸了几枚样币，并且这种大个的，就是库平72分的这种1元的这种这种规格的，现在基本上是见不到，拍卖会上都见不到。你说那我发财了。你就那小个的库平1钱4分4厘的那种小的2角的都值几百万，像这个轻轻松松过1000万。那我发大财了，你吧？不是，这个大爷，您这银元从哪儿来的呀？你光说。我是60、70岁了，今年。看着您年龄有那么大。家里我没儿没女，我有个侄儿，他常年管我的事儿。我这一辈子辛辛苦苦的省吃俭用省了10万块钱。10年还给我这银行的阁主俺侄知道了，他做生意的给我借走了。借走了，现在生意不好，生意来，这个人他给我有2年了，他说顶几十万。我明白了，大爷，您的意思啊，就是你本身攒的有10万块钱的养老钱。对。然后呢，你侄子，然后做生意给你借走了。然后现在可能是生意不好，他不给我钱没钱还你然后就拿这块银元抵账了。那大爷，看来你这个侄子可不行啊！你不要光听这个银元价值高我刚才就说了，真品确实轻松过1000万，但是你这块银元，不管是从壁面上的这种五彩包浆来看，还是包括整个的这个字面以及这个边词上来看，在我们行内来说，像这种算是一眼假。首先，这种五彩的包浆确实很漂亮，但是不够自然。毕竟像这种银元100多年了，然后这种彩时间不长，等于说是假彩。然后再看一下这个字面，这个整个字体是非常清晰。但是咋说呀，就这整个字都比较呆板。最后再说一下关键的特征，这个边词，这种边词转一圈就没有说不一样的地方，全部都整齐划一。所以我判断这块银元它是假的。假的？对。哎，我的天哪，这天塌下来了，这家伙我都全都就我看病的，这家人挣钱看病的。您最近是身体不好？
腿疼，腰也疼。3天你吃药，熬夜不吃药，这边疼得很，难受。那怪不得要卖这块银元。你看这咋弄？这咋弄？没有钱。这个是你还得回去找你这个侄儿，因为像这个银元毕竟牵扯太大。你要说真是300-500块钱买的无所谓了，但是您说一下把这个10万块钱的养老钱去换这块银元，那这真的是不行。那我相信你确实是假的了吗？肯定是假的。那假的这个银元你咋弄？我给他。那你只能回去给你侄儿说一下，这个银元不能要，是吧？因为毕竟你现在看病呢，家里也没其他人，是吧？那你这没办法，这个东西是不能要。我不知道他给哪弄的，你看这咋弄的？那你现在反正是这生意赖得很，现在都确实都做不成了，他也没钱。那有钱没钱的，那你现在看病总得给你点啊。谁给我？哪有好心人会给我？哎，大爷，你看你这说的，啥也不说了，大爷，你看我这来一趟，来都来了，银元我是肯定是不能收，但是我这兜里啊，反正装了有200块钱，这200块钱你先用着，但是你还得去找你那个侄儿。真正的衷心的谢谢你啊！没事。我给俺对象要20万的彩礼，他居然给我拿个金币来抵，你给我看看这个金币能不能值20万？我先上手瞅瞅什么样的金币。好，你看看。哇，这是一个双龙寿字金币，这块金币可了不得，来历可是非常大呀。那肯定的，俺对象说了，这是他家祖传的。他老太爷传给他爷，他爷传给他爸，现在他爸又传给他。代代相传，传承有序。对，好多年了。那你对象有没有告诉你这块金币价值多少？说了，俺对象说了，这一块金币远远不止20万，价值连城。价值连城。对。那我跟你说一下吧，这块金币，我没见过这样的金的。如果是真品，那确实价值连城。我看拍卖会上拍过这种双龙寿制币，这种1两的那个银币，就银元。银元之前应该是8年前吧，拍卖过一次，拍了2000多万，更甚是黄金的。对呀，俺对象都说了，这值钱的很，特别值钱。对，等于说现在是拿这块金币抵你那个彩礼。对呀，俺对象他家不是做生意的吗？我这下彩礼嘞，我给他要20万，他说嘞家里面钱就是资金周转不开。他说嘞叫这个家里面祖传这个金币给我拿出来了。做生意现在资金周转不开了，然后用这块金币来抵那个20万的彩礼。对，我的天呀！那行，下面我讲讲我的看法，行吧？好。从这个重量上来看，刚才拎了一下黄金嘛，因为我本身是做首饰出身的，经常接触黄金还有白银，所以这个黄金的密度啊，我非常了解。从重量上来看，这块币啊，它就不是金币，虽然很黄，但是跟黄金比起来还是稍微颜色偏淡，所以它的材质肯定不是黄金。让我看的话，这应该是黄铜。那不可能啊！咱们你先别着急，讲完材质，咱们再讲一下啊，它的做工。不管是金币也好，银币也好，那都是清代晚期光绪年间，那时候慈禧太后过寿的时候，广东那边的官员呢，专门铸造了一批这种，所以铸造的非常精美。咱们再看一下这块币，现在整个币面非常粗糙，然后字面的也都是压力没压力，做工没做工，所以这个整个币面很次。最后再看一下边齿，这种边齿的话，说实话在我们行内这叫一眼假的边齿，明白吗？虽然我没有见到过真的，但是我敢肯定这块金币双龙的是假的。老板，你说的真的吗？我看着肯定是假的。怪不得嘞啊！我说嘞，不是想找专业的人看看吗？俺对象说了，给我金币的时候都说了，这块币你好好放着，等以后咱结了婚，有了孩子，以后要是买房子了或者有啥大事需要用的时候，
再拿出来叫他换成钱。他都不叫我能拿，都不叫我去拿出来让专业人看。还不让拿出来让专业人士看。对，你这是偷偷拿出来的。对，我偷偷的，我不放心啊，这结婚姻大事的是吧？那确实20万不是一个小数目。再说我也没有见过这金币，是不是？我也比较好奇。那现在从这个币上来看的话，那反正是你这个对象不诚实，这个东西你还是先拿回去问一问，看是什么情况，中间有没有误会。那肯定了，我得回去找他去。行，好，谢谢老板。没事啊。来，大姨放这儿。这你这放的不少，一箱子。不是一箱子。不是，你还别说，你这等会儿把音乐放鞋里面的。不放鞋里头，害怕谁知道了。害怕谁给你偷走喽？谁给我拿走了，咋弄？哎呀，这一小兜不少啊。20块。20块。我的天呀，这不少，这银元这么多，人家都是放几块的，你这一放都是20块。几块的啊！我结婚时候，俺奶奶她给我80块的，给你100块啊！我的天呀，那家里面看来是地主。那也没知道，俺奶奶爷都是有名的大地主。有名的大地主，那怪不得。我就说呢，普通老百姓家里面没有这么多，要不然就没有，要不然就放几块，是不是？是的呀。现在这是20块，这么好的银元，一般都是传家宝，这为啥要出手啊？别提了啊！我最近这几天啊。你看看头光晕啊，晕的不能行，我跑到医院里去检查，带钱呐。那是。带钱，我给俺闺女，我有个闺女给俺闺女打电话嘞，俺闺女给我拿了500块钱，转过来了500块钱，因为我闺女家里还远。家里远啊？离这有多远？100多的。哎呦，你就一个闺女吗？没儿子。没有儿，那门道说想要个文的，那时候不是计划生育。那是以前计划生育比较厉害。哎呀，那一个闺女也行。那以前100块，这就拿出来20块，那剩下的。100块，那个俺闺女出嫁的时候给她80块。给他80块，我留了20块。哎呀，这生病了，生的啥病啊？头光晕的。晕的，你有时候一走都像板歪道那样。那去医院检查看看呀。上医院去检查，给俺闺女说，他给我拿了500块钱，到那点检查，医生说的我的血糖高。血压高。血糖血压高。血糖。哎呦，检查的也是20多点。耶，那你血糖够高的，那得吃药，还有打那个什么针，我记得。他说医生说的叫我打胰岛素。对，胰岛素。叫我吃药。那是。吃药你不得有钱吗？钱不够。没有钱。所以卖这个银元。我想起来，我再卖这个银元，我叫这银元卖了。那也是。那你要是实在没钱，那你只能卖银元了。你这年龄看着您有60、70岁，70多了。70多了啊！您平常攒的没有养老钱吗？因为我看您就一个闺女。我攒钱攒了多少年了？攒了个2、3万块钱啊！俺闺女走，得给俺闺女拿去了。算是当嫁妆陪送过去了。陪送她了。我又都这来回捡点垃圾，天天都这没有事出去拾个瓶子，拾个纸箱子，捡点垃圾卖了，反正攒几千块钱，又给俺外孙了。外孙有外孙了，又给外孙了。哎呀，你还别说，大姨，你这说实话，当姥姥做的挺好，但是大爷你得自己也留点养老钱呀。就这，你看你碰到事儿了，想着了，我的天天没有事捡个垃圾，卖了都够我花的，我再攒点，要没养老。是谁他想着他管头晕呢？啥也不说了，大姨，就看您这情况，能多给点呢，我尽量多给点。我看了一下，你这里面不是20块银元吗？18块都是大头
然后有2块北洋龙，这2块北洋龙品相都不好，我看了一下都带戳记，品相确实不咋样。一块我给你按2500，2块5000。哎，然后这边的都是普通的大头，好在壁面上都没啥伤，这种普通的呢，一块我给你按个1200，行吧？哎，您先用着。再一个还有一个注意，因为这20块银元呢不少钱，看病该看病看病，但是如果余下钱了，别再给你闺女了，你自己得留点养老钱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对，我再有钱了，我可不能给他了。对，你看你给的时候好给，但是要的时候你看这也挺难。要就是他说他没有钱。对，那就这样说吧。好啊，我给你算一算。好嘞，先谢谢你。没事。这清理猪圈一家挖出来100多块银元，你看看这值钱不值钱？我先上手看看，这么多，都这还被人家买走好野嘞，这剩下一小部分。老哥，你这么多银元是在哪挖的？在俺家猪圈里边啊。猪圈里边？对呀，俺家养了俩猪。哦。这2天你看不是一直下雨吗？哦，对。猪圈塌了。对呀，然后再继续再给它挖，给它修啊。哦。一挖一修不当紧啊，挖出来个坛子，里边装了有100多块，挖出一坛子银元来。对，这我的天呀！猪上留下来的。哦。这银元说实话，这么多银元可不得了啊！里边还有带笼的嘞，都被俺邻居、俺村里边的那些人，200块钱一块都挑走完了。200块钱一块带笼的，人家给挑走了。对，挖出来100多块了，你这才拿到哪？这才几十块？这也不少了，这我看这也不少啊。然后60块整，60块。我的天呀，那我就不慢慢数吧。我带笼的都被你们邻居挑走了。是的，你是对银元的价值不了解呀。这银子也不值啥钱，都是乡里乡亲的，这也不值当的。哎呀，今天拿过来这是要出手。再搁家里边，再搁家来2天，估计1块也没有了。1块都知道了，都知道了。这挖个猪圈挖出来100多块银元，这家成俺那村里边的最大新闻了。哦，这不想有钱没钱的都想买2块。你压住了，我没有了，1块没了。哦，到底卖给他200块钱，到底亏不亏？对不对？亏不亏？那我刚才就说了，你这亏大了。亏大了。我跟你这样说，就他们挑剩下的，我看基本上都是大头。啊，对，不讲板别，哦，还有一个是吧？不讲板别，就是普通的，只要是壁面上没有戳记，一块就1200， 1200一块。对，这还是人家挑剩下的大头。要是笼养，只要壁面上没伤，那一块都好几千，最低是好几千，有贵的1、2万的都有。你也听听，你可别忽悠我。我没忽悠你啊！一块给1200，对呀，就这大头，真给假给？你看你这说的，你都来我店里了，我跟你胡说吗？那你这一说的话，我说实话，东西我看着都没问题，确实。卖多少钱？确实都是罐装的，少卖多少钱呢？你少卖多了，卖了有一半，这古代有30-40个人上人家买。我的天呀！这你说你自己没留几块带笼的吗？这东西谁懂啊？反正脏不拉几的。对，脏不拉几的，这想着200块钱一块，200块钱一块吧，对不对？我也没多想。那你这一算的话，那你这是亏大了。我先看看你到底真给假给。如果你真给的话，我现在我啥都不弄了，我得赶紧回去看看他们都是谁买的，我上他家给他要来句。那不要紧，那这样吧，我下面给你算一算，我先给你挑一挑，你知道吧？普通的我给你按1200，你像大头呢，有3年的、8年的、9年和10年的4个年份。里面8年的，跟笼养价格差不多，也比较贵。还有包括其他的有没有板别啥的，带板的也比普通的贵。我先给你挑一挑吧，好不好？我哪管知道这挑出来的普通的，我给你按1200。挑出带板的来，到时候我看是什么板，具体到时候咱们再看价格，好不好？
赶紧挑，赶紧算，我得赶紧走。那啥了？这别看天黑了，我得现在今天最大的任务，挨家挨户，你只要是给我钱了，我都得给他们要过来去。那到时候你看吧，这怎么解决那都是你们的事了。反正我先把这些大头先给你算一算，好吧？啊，那行，那我下面先慢慢的挑。你好，想弄点啥？这个你收不收？这个我收不收？咱就是干这个的，肯定收啊！哇，这状态非常漂亮啊！公博给的 MS64加 ，MS 就是未流通啊，64加的分数已经非常非常高了，人像、各种花枝的细节都非常漂亮，并且壁面还带那个淡彩。啊，这边字口也非常清晰，明显的是未流通的状态，真是漂亮。这么好的银元，为啥要出手啊？因为缺钱。缺钱？最近手头紧。手头紧，要出手。对。哦，那你这买了多长时间了？买了有3月了。3个月了。哎呦，那花了不少钱吧？也没多花多钱，在银元店里买了800块钱。哦，在银元店里面，买的800块钱。对。800块钱，你确定这块银元你花800块钱买回来的？我自己买的，我能不知道吗？我当然确定800块钱买的。不对，你800块钱，像公博 MS64加的这种极品小头，没有800块钱这个价位啊。我搁网上一查都是800，知道不知道？我特意800块钱买过来的。你在网上查的都是800？对。特意800块钱买回来的。不对，因为你刚才也说了，你在专业的人手里买回来的，不可能存在捡漏的机会。这个价格你肯定买不回来。不给你磨叽了，10万给你10手吧，拿了俺朋友的。拿了你朋友的？对。我就说这个东西不对。拿的你朋友的。我查了，这东西都值800块钱。就值800块钱。我也没敢拿它的贵的，都拿个便宜的，都卖800块钱花。那你拿你朋友的银元有没有跟你朋友说呀？没有。偷偷的拿的。对啊。哎呀，这种行为可不好。他东西多不碍事。老话说得好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不告而取是为贼。你对银元这完全不了解，你在网上查的确实普通的小头现在啊也就700-800块钱，一般不超过1000块钱。但是这个可不是普通的。它就是普通的，我查了。MS64加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？我不懂，反正比东西是一样东西。东西没问题，我看了，就不用查官网，我就知道这东西肯定是老的。但是这种算是极品的呀。老弟，我看了，你这呢也是一表人才，年纪轻轻，我听我一句劝，你把这块银元啊给你朋友还回去。刚才你说的这个800块钱，确实那是普通的小头，确实值个700-800块钱。但是这个是极品的。我在这里给你普及一下啊 ，MS64加的就这种状态，价值稳稳的超过3000块钱，最重3000更好，3000更好。我再给你说一下，盗窃超过3000块钱，妥妥的有刑事责任。不碍事，不碍事，我不怕。你不怕？他不会告我。老弟，给你朋友还回去吧，做人不能这样做。不管还了，因为让我已经拿出来3个月了。拿出来3个月了。对。那没事儿，你给你朋友他这事都忘了。跟你朋友说一下，你说你只是拿出来学习一下。我不说。是吧？现在给他还回去。朋友咋做成啊？你光说这话了。你把东西给人家弄走，你觉得就朋友能做成了？做朋友能这样做？他不知道啊，是我拿的呀。不行，知道不知道？我劝你，这个东西你就别卖了。2500啊，多少钱我也要不了。实在不行给1000行。不，拿走。正缺1000嘞。真的，这东西我要不了。怎么要不了？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了。咋弄我也不会要。老弟，再听一句劝，还回去啊。是头一回见俺相亲对象他家长，俺那里都是给1万块钱的红包，这他家长可好给我3块这银元，这能会值钱吗？
我先上手看看吧。咦，我都没有见过那抠的人，你赶紧给我看看吧。这3块银元算是你对象的父母给的。这不是前一段时间俺那里一个媒婆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。然后中间见了几十面，感觉还挺合得来。那挺不错呀。对呀，那我们那就是什么吧，就是如果感觉双方还可以，就得赶紧定着，是吧？这他父母，就是去见的时候，然后当时说的可好听，就是俺那边啥规矩，然后他都按那边的办。这说的可好听，当然都说了，俺那边见面只要愿意见父母，都得给1万块钱的红包。所以见面礼一般就是公公婆婆相中这个儿媳妇了，就给1万的红包。对呀，这光夸我说我这好那好，这种那也种这到个儿了，没有给，都给3块这破银元，你说这哪东西嘞？光说相中了，那不是对我有意见呗？是没给钱，没有给，当时我都可生气，看着他父母就是看着大大方方的。说啥都中，啥都中，这弄到最后给3块钱，你说啥意思？我不明白。我估计啊，你是对你这个未来公公婆婆啊有点误会。其实这个给这个银元，比给钱更好一点。为啥？首先啊，刚才你说了，这个你们那儿见面里的红包都是1万，对呀，是吧？这3块银元的价值是远远超过1万的。超过1万？对呀。不可能吧？你先听我讲。第二点，这个说明啊，你这个未来的公公婆婆对你也非常认可，对你非常满意。这个银元它还有一个谐音，叫姻缘，就是好姻缘的意思，也算是对你和你对象的一种祝福，明白吧？所以这两点结合在一起，不挺好吗？刚才你说这个你们那儿规矩都是给1万，对啊。我现在给你说一下他们的具体价格。好，这3块银元呢，你看一个造币总厂，一个北洋龙，还有一个大清轩山，这叫龙阳3剑客。在所有的中国的带龙的银元里面，这3个是最出名的，龙阳3剑客。首先排在第1位的就是造币总厂。我看了一下，公博给的是 XF45 分，整个状态都非常不错，字口也非常清晰，包括龙的鼻子细节都在，另外一面也不错，状态是非常好的。像这种品相的造币总厂，就这1块银元价值2万左右。2万多吗？对啊，价值2万。这东西那值钱吗？再说一下北洋龙。北洋龙在龙阳3剑客里面排老3，但是这个状态也非常好啊，原汁原味，龙吟清晰，这边的字口也非常清晰。像这个4000到5000，4000，这2万多吗？对呀。再说大清轩山，大清轩山呢是所有龙阳里面龙最霸气的，外号叫大清神龙。我看了一下，龙尾还出云，这叫深板龙。也是公博 XF45 分，像这种状态原汁原味的，估计也在1万左右，所以这3块币加在一起啊，3万多。真值钱吗？这东西？对呀，不比那给个1万的红包强吗？那你说了，那肯定比那强，但是你不说，这俺又不懂，对不对？那肯定不如现金啊。就说呀，刚才肯定是多少有点误会嘛。你这东西还能放。越放越值钱，越放越值钱。对呀，这都是100多年前的东西了，越放越值钱。你不想放了，你也可以卖给我，我直接给你数钱。这多好呀！直接还钱。对呀，所以你对你这个未来公公婆婆啊有误会，这都不碍事。现在了解了吧？了解了。我这回去我好好放着。行。俺这样说了，他家里还有好些嘞。还有好多嘞。那行，行，那就这样说了啊，误会解开就行啊。谢谢老板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哎呀。这个是信阳的老哥来了，拿着自己的藏品，这比较多呀。这点笑话我是可以啊。不是老哥，我先看看这个，这个说实话，库平10两。哎呀，这种
这个肯定不对，老哥。不对，是吧？您要是经常看我视频的话，那就没啥说的啊。哎，对，这拿着玩的这个，这铜钱也挺多，当签的。咸丰当签的这个，哎，还不是咸丰，嘉庆那时候没铸造当签的呀。你看看，反正我是，因为我主要是搞银元，但是铜钱有时候也能，反正看一看吧，对吧？不一定准确，老哥。没事。但是您既然拿过来了，我就简单说一下，这种当签的这铜钱，我看着也算是一眼假，啊，可以。哎呀，顺治。这是5帝钱吧，老哥？啊，这么大个的5帝钱，我还第一次见，我第一次碰见啊！乾隆，我的天哪！他这个当签大钱，咸丰的有当签的，并且这个当签的还不便宜。现在一个当签的这个大铜钱呀，一般都10万到20万之间，不便宜，它少。前期像康熙、顺治、雍正那时候就全部都是小平钱儿，那没有这种大的，所以这个算是臆造的这个5帝钱，拿着玩玩可以。这个行，这个道光，这个是老的，这是一个铜字，这也是老的。这个铜钱也是老的，这是铜板儿，当20文的铜板儿。但是其他的，老哥，你这里面就没有对的了，没有对的了。咱下面主要还是看银元吧，好吧？看银元。这2年我都没看过这种啊，我也没见过，我都没见过这。就传扬啊，这我没。只有1元的，哪有5元的呀？这对不对？所以这个的臆造，这是大头5元，大头也没有5元的呀，这应该是1两。东三省铸造的有银元，但是没有1两的呀，它是库平72分的。我再看一下这个，没事。这老哥，这个一眼假呀，这，因为连材质都不一样，这18年的，这都是4铢币。哎呀，俺实际我是在往上慢慢传的，啊，哎也要不做事。那应该这种应该便宜。1-20块钱，便宜。有10来万买几块钱买啊！我就说，因为像这些老哥，你别看你这你看这个是李彦宏，你别看你就是几块钱买的这些东西，这要是真的都了不得。有很多我看了都是4铢币，最低的这个李彦宏也是军阀币。哎，你像这个3年的大头，这可不是普通的呀。前天一个拍卖会上有一个大头，最近行情有点下跌，就这一个铅制版的，好像拍了600多万，铅制版的，这个还是铅制的，看，哎呀，甘肃家世大头王，这也不便宜，这一个也是几十万，像这种18年的传阳，这一个都是100-200万，啊，哦，这合着币，这不对呀，这是野鸡盒子。野鸡盒子，看我这我弄这些，它都是真的。哇，黄金大头，这也是假的，也是假的，也是假的。大头有黄金的，10元的，但是特别小。我的天呀，这就比较厉害了。但是这都是假的，我的天呀，这5个，这要是真的了不得。就是最便宜的这种湖北省的双龙，最便宜的也得几十万，其他的低的几百万，高的几千万。老哥，您买的应该是比较便宜，这一套我估计100-200块钱。便宜，我买的便宜。老哥，您想一下啊，就银元咱不谈，比如说您买黄金，你说人家店里面500块钱一克，你说到果园市场地摊上，人家说黄金5块钱一克。咱能不能买？能不能买到真的？买不到，所以这个东西啊，这之前买的就不说了，不管花多少钱，算是一个玩意儿，拿着玩儿。哎，往后别买了，对不对？这东西买了没什么意义。
了，俺俩给他都见没见？哎，对了，你买，他们再上这儿，哎对，现在当上车来。哎，对，你买这没啥意义，你就再放多少年，这还是假的，还是一文不值，明白吧？老板，这刚从菜地里挖出来2根金条，5000块钱我给他买过来了，你看我捡多大的漏？我先上手看看，5000块钱捡漏来的金条。对，5000块钱刚刚买的。我的天呀，这金条可不简单呀！确实不简单。这上面可不是现在的东西啊。这是一看就是过去老的，要不然我不会花5000块钱买。哇，小伙子还是很聪明啊。对，上面还有落款。最上面是一个喜字，然后这个是禄字，金凤祥，康熙4年，哇，清代早期。对，竹刺，竹刺的意思就是含金量高。竹是足金的意思，刺金也是足金的意思。对呀，足金。你这俩东西从哪儿来的？这是我早上去买菜啊，一个老太太说她从菜园里挖出来了。卖菜的老太太。对。就挖菜的时候从菜地里挖出来的。对，她而且还不懂。不懂。对。他咋不懂？你咋卖给你了？不懂我才管捡漏，懂我捡啥漏啊？对不对？啊。然后我问了你这2根。是啥东西？他说我也不知道，刚从菜园子挖出来的。我说那能不能卖给我？哦。他说你看看，管值多钱1根？哦。 2根给你5000块钱吧。他说不行，他说1根再给我5000。我说那没有这个价，知道吧？这都是普通的东西。啊，人家老太太说1根要5000。啊。你说2根要5000。对。那这是最后我又买点菜成交了。哦，5000块钱卖给你2根金条。对。然后你都不知道我的梦想是啥啊！我一看这5000块钱到手之后啊，我准备上 4S 店，都跟 4S 店已经谈好了啊，准备提辆车。对，提辆车，这边马上我卖给你，你要钱给我，我都去提了。我的天呀！这种清代早期的金条，说实话非常少见，价值不菲。那是，那即便是现代的这种金条，对，就这么大1根儿，一个得10来万。那得啊！你要说清代的这东西啊，一个得110万。得110万。我了解的清楚不？你还别说，老弟，你这对行情了解的非常准确呀。可以查的啊，可以查了。对呀，要不然我咋敢去4S店提车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我的天呀，看着这么大的这种规格，我感觉应该算是10两的金条。猜的很正确啊。我查的也是10两，也是10两的，对，那是吧？清代10两的话，按现在的克重，应该算是，300多克，360到370克。这要是拿到清代不是，我娶10来个老婆子。那是你搁清代的时候，因为以前的这个冶金技术，还没现在的成熟，对，所以它这个金子产量非常低，比现在价值还要高。这样，我拎着重量，我感觉不是太对，这样。咱上秤称一下，哎呀，这重量可不对啊！老弟，来，您过来看一下，这一个只有160多克，连它重量的1半都不到。然后再称另外一个，还有一个，这个170克，差不多。你对这个金子咋说呀？不太了解。这错得太远了。你按正常来讲，360克到370克，现在只有100多克，那差连1半都不到。这是5两也不对，4两呀。那这黄金它密度比较大，这么大个的，它就是10两的规格，明白吧？东西不对。重量上不对。咱们再看一下，你看这背面，有的地方啊已经有点变色了，这说明外边这很黄的这地方应该是镀上去的。镀上去，那不可能吧？那说明这个东西是假的。这老太太，哎，这个也有，你看，这边也有磨的地方，这说明这东西假的。别说是像一个100万，2个200万，现在5000块钱的本钱，我跟你说也是问题。能找到那老太太啊，赶快把老太太找回来，给她退了。你说这老太太专门骗我呀？那你买车子肯定是买不了了，能找到那老太太，抓紧时间给退了。5000块钱，毕竟搁谁身上也不是一个小数目。要找也是明天早上找了，几个人找不着他了，他肯定明天早上来不来是个事儿的。那明天5000块钱，那就明天早上抓紧时间早一点去找那老太太。我夜里都蹲那，都等着呢。那行。你好，
小伙子想弄点啥？老板，你这收银元不收啊？你看我这银元值不值200块钱？银元能不能值200块钱？我的天呀！湖北龙公博评级 AU50分，品相还不错，带点理光，字面字口也非常清晰。小伙子，你这银元从哪儿来的呀？还想卖200块钱？今天不是考试吗？啊。我考全班第2，这俺爷爷奖励给我的。考试考第2名，爷爷奖励你的。对。哎，那不错，学习成绩非常好。小朋友今年多大了？看你挺高的。今年14，上初2。14岁了。你身高多少？啊？1.87 米。我的天呀！现在小伙子、小孩现在长得是真高。刚才你也说了啊，你爷爷讲给你的这个礼物是吧？对。那你爷爷当时有没有说让你好好收藏啊？收了。那这才过去几天呀？那这为啥要出手啊？因为我想去郑州找俺妈，这不该需要路费吗？哦，去郑州找你妈妈。俺妈在郑州打工嘞。哦。只有1年，只有过年才能回来。哦。不是放暑假了吗？闲着没事，我想俺妈妈，让你找她。你这今年才14啊，虽然个子长得挺高，但是你这自己去，不行吧？不安全呀。我去过几回了，过年时候、放暑假、寒假时候都去找。哦，之前去过。对。哇，你很厉害啊！你说你去年才13岁，都敢往郑州跑了，啊，咱这儿离郑州200公里啊，啊，挺厉害的小伙子，啊，是这，小朋友，你可能对这个银元啊，它的价值不了解。说实话，你不应该这事儿啊，你不应该直接就卖银元，你应该跟你爷爷说，或者比如说给你爷爷要点路费，是吧？俺爷不是没钱吗？我也不好意思跟俺爷要。哦，爷爷手头也不是太宽裕，就这样你也不能说拿这银元卖啊，是吧？你知道这块银元它的价值有多高吗？最高1000。1000？哎，1000还不够。就 AU50的湖北龙，就像这个品相，市场价应该4000到5000，4000到5000，有概念没？有。今年上初几了？初2是吧？该上初3了，对吧？对。那4000到5000应该在你心里面肯定有点谱吧？啊，你说你想换200块钱，你要是碰到那黑心的商人啊，碰到黑心的，他200块钱给你买走了，多可惜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样，这块银元呢，你好好的收藏着，好吧？毕竟是你爷爷给你的这个礼物。当时不是你爷爷说了让你好好收藏，是不是？你不是需要路费吗？这样吧，叔叔给你拿着200块钱，行吧？你稍等一下，我从兜里掏出200来，给，叔叔给你拿200块钱。等以后长大了，到时候你要是能挣钱了，到时候你回来把这钱还给叔叔，算是借给你的，行不行？行。啊，另外啊。我跟你说，你先别着急，来把这银元拿着，把银元拿着。另外，你去的时候，你首先要跟你爷爷说一声，跟你说爷爷说好，让你爷爷给你买票或者怎么着的，给你弄好，你再往那边去。去之前，你还要跟你妈妈打个电话，让你妈妈在那边把你接上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不能说给你妈妈搞那突然袭击，是不是？是。啊，那行，那就这样，啊。那谢谢叔叔。没事。你帮我看一看，这几块的话是我们家孩子在楼底下捡到的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值不值钱。我先上手看看吧。好的，你帮我看看吧，因为我听别人说这个东西叫银元，我也不太懂。确实，这确实是银元，并且都是苹果级入口盒的，这是造币总厂，还带分 VF35 分。这个是大头 MS61 的。钻光也非常漂亮。这个是大秦轩3，也非常好。你这银元刚才说是从哪儿来的？大概就是前天的时候放完学，
孩子从那个书包里面拿出来的东西。从书包里拿出来这个？对。他同学送给他的？不是，我问他了，我说这是什么东西？他说妈妈，这是我在小区里面捡的。捡的？对。我的天呀！他以为是玩具呢。就是拿着玩。对对对，我看这也不像玩具呀。对呀，你刚才就是不是问别人了吗？说是银元。对对。那这东西价值都可不低呀，拿着玩不行，得放家里。主要是太巧了，知道吧？然后我想着就是没太在意，我觉得就是银元的话也不一定是真的。真的话怎么能丢呢？是不是？我明白了，你今天就主要是来看一下真假。对对，这是一方面。还有一点就是，这不是也过了几天了吗？小区门口有一个那个寻物启事。我就在想是不是跟这件事有关系。他那个东西说是丢了一个包，包里面有几块那个东西，有照片，我看给这挺像嘞。就是银元是吧？对对。人家找呢。对。那谁要是丢这些东西，那肯定要找。重点是什么？重点就是他说了，他就是说是，只要是把这个东西归还的，捡到这个人的话，1万块钱。我就想给酬谢金。对对，我就想着这东西是不是给1万块钱？我有必要来这里看一下。对。你过来，首先看一下真假，然后想看一下它的具体价值。是的，我要是觉得这个币要是真的是，假如这要是比1万还要多的话，我就想着，哎，那还是自己留着多好呀。不，你这个想法不行。说实话，你过来估价，我可以给你估一下。对。另外呢，刚才你也说了，你们小区呢本身自己小区都是邻居，对吧？人家丢东西了，现在寻物启事都贴出来了，是的，对不对？你得还人家。这更何况人家刚才也说了，我看那上面你不是说那个给1万块钱？对。算是答谢的，是吧？对。那你这已经不少了。我这样先给你估价吧。像这个赵总，VF 35分 PCGS 的，像这一块就3、4万，3万到4万。3、4万一块。对。然后这个是大清轩3，公博 XF 45分的，这个也得在1万左右，这俩大头可能价格稍微便宜点，61的大头也就1000多块钱，不到2000。然后这个是酒精，58的酒精，不过法丝非常漂亮，这个估计在2000到3000，这总共加在一起啊，大概4、5万了，是不是？怪不得他的那个酬谢金是1万呢，我还在想呢，这几块币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，能值这么多钱吗？如果是你的，要卖给我，我肯定就可以收。但是你这种情况呢，刚才也说了，人家寻物启事都登出来了，对，你自己留着也不合适，或者你卖了也不合适，对吧？还是好好的给人家还回去，对不对？说实话，捡到东西物归原主，这人家咋说呀？那个拾金不昧，咱说句话，睡觉都睡得香。你真是说给人家昧下了，或者给人家卖了。那你以后你良心上也过不去啊，对不对？毕竟不是自己的。对呀，来东西还给人家拿回去，好吧？行，谢谢你啊，老板。那是你，毕竟人家一下丢了好几万的东西，有啥说啥的，你肯定得给人家还回去，确实是吧？行，那谢谢你啊。没事。好，再见。您好，想弄点啥？这真是祖宗显灵了，祖宗保佑我，盖房子的时候挖出来个金碗。盖房子的时候挖出来个金碗，对，能让我看看吗？可以，你慢慢的，请进门。我的天呀，这是金碗？对呀。谁跟你说这是碗了？你看这个正面，这不应该算是一个香炉吗？你看上面还有求必应。我以为是抱着吃饭用的了。那谁家用这吃饭呀？对不对？这不是碗，这是香炉。还有落款。大明宣德，我的天呀！这应该是老古董吧？盖房子挖出来的，咋挖出来的？就盖房子挖地基的时候挖出来了。当时挖出来的时候不是这个颜色。黑不拉几的，绿不拉几的。然后我用那纱布、清水，反正刷的亮腾腾的。你看这个位置，是晃眼，黄金之晃眼。当时是不知道谁走漏了这个风声，俺邻居知道了，赶过来。非要给我出1万块钱买走，我这多聪明啊！他既然管出1万，我就感觉这事儿不对，肯定不是普通之物。
得是黄金的。这肯定是黄金的，但是我也给多多少少学一点。啊，这过去的东西不是老古董，不是非常非常值钱吗？明白了。我感觉1万太低了，1万太少了。300万、800万嘛。300万、800万，对，我的天呀！我这个等于说你挖出来宝贝之后，你邻居发现了，对，想出1万块钱买走，你觉得这应该是宝贝？那肯定宝贝挖出来了。今天来到我店里，你想卖多少钱？300万、800万都中。你300万跟800万错得远呐，对不对？主要我这不懂，我的心理预期是这个价。最低得300万，对，是吧？没有300万是不卖的。对，我准备翻身发家致富，当百万富翁。当百万富翁，说实话，我还真见过人家说家里挖出宝贝来之后，卖了之后，确实，成富翁了，有钱。这不是说的都是我吗？你先别着急，这个东西啊，我刚才看了一下，这是一个香炉，然后你因为用纱布是吧，打过之后呢，确实把老气儿啊给去掉了。不过我从它这个落款以及它这上面的做工上来看，年限不是太长，有没有可能就是您上一辈的老人盖房子的时候，把它埋到地基底下？因为有一些风俗习惯啊，喜欢把这些，比如说你看像有求必应啊这些，香炉，因为有时候香炉另外还有就像聚宝盆一样，比如家里保佑家里发财或者啥的，把它埋到地基底下，可以福泽后人。那这应该不是，绝对是之前弄的。之前弄的。前几代人俺没有真有钱啊，是用黄金碗吃饭。说到这个材质上了，你说这是黄金的啊？再给你说一下，虽然很金黄，但是这个东西它不是黄金。不是黄金。你首先，黄金你要了解它的特性。首先黄金啊，它不会氧化。黄金不会氧化。你像这，虽然你看这里面你没焯干净，这还有绿锈。绿锈一般是有铜才会生绿锈，黄金是不生绿锈的，明白吧？还有很重要的一点，如果这个东西是黄金的，这么厚这么大个的，重量要比这最起码重3倍以上，这个重量特别轻。也不是黄金啊？对，不是黄金，那它应该是黄铜。你给我估价到底它会值多少钱？估价你像这种东西的话，我估计也就80、90年代那时候埋的，很大概率是那时候埋的。你看像这个东西也就几百块钱。老板，从我一进你的店门啊，我都感觉你这人跟我不对脾气啊！我好不容易挖出来几百万要当百万富翁的东西，被你这样贬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一看你就是个坏人。你是不是想几百块钱叫我几百万的东西忽悠走啊？不是，我刚才说了，我只是估价，没说要买啊。露出来马脚了吧，心虚了吧？我跟你说，你还想买你给我几百万都不卖给你，我宁愿卖给俺那个邻居1万块钱，我也不给你。那行啊，你再找别人看看吧。咱婆姐啊，真抠门儿。在我跟俺老公结婚的时候，一人给1块钱，哪有这样对弟弟的？婆姐给的银元。是嘞。我先上手瞅瞅。呀，2块都是大青轩3。婆姐就是你老公的姐姐，对吧？对，是的。你们结婚的时候，没给红包，给的是2块银元。对呀，人家都是姐姐咋说得给1万块钱嘛，对不对？红包。对。他这里结婚的时候说了，都不给恁钱了，一人给恁1块这吧，说的管留住，以后有了孩子管给孩子这。可以当传家宝留着。对，我能相信这么？明明上面写着1元，我不是不识字儿。上面写的确实是1元，不过这个1元啊，跟现在的那种1元硬币还真不一样。那跟咋不一样啊？首先啊，这2块是银元，上面你也看了啊，因为是已经评过级的大清银币1元。其实这个它叫轩3神龙。啥意思？这就是清代晚期的银元。其实你那个婆姐姐啊，还是挺有心的，给这个银元给的挺好。银元有一个谐音叫姻缘，这么漂亮的大清轩3就是好姻缘的意思，也就是对你们美好婚姻的一种祝福。并且这2块都是公博评级 XF 45分，
等于说你跟你老公一人一块儿，对，那挺好，成双成对的，确实可以留着当传家宝。我估计啊，你这样问说上面一元一元的，肯定是对这个价值啊，肯定也不太了解。这有啥好了解的？1块钱，那都现在搁到现在100呗。100啊，你也小看它了。像这种壁面上没戳没伤，字口清晰，哎，包括这边龙也非常清晰的这种大秦轩3，它的价值最起码是过万的。这一块能过万吗？对呀，一块是过万的。你可别骗我，他都这一个节给我弄这事儿，我都可烦。宣统3年的轩3，以及造币总厂，还有北洋龙，这都属于龙阳3剑客。轩3神龙呢排在老2，并且这个龙呢是所有的这个银元里面龙最漂亮的，哎，也叫轩3神龙。所以它这个价值相对来说还是不低的。像这一块你要是不想收藏，也可以卖给我们。我们收的话，像这一块我们可以给到1万，2块就是2万。哦，直接都能换钱吗？对，其实这跟给钱差不多，并且这还能继续收藏。那你这样说，我正好卖给你。我这2天我正用钱嘞。这我前几天看上一个包，正好2万块钱，我都说找俺老公或者给俺婆婆要点钱嘞。再把这2块银元卖了买包。对呀，我没有钱，我不得买吗？是这美女，你看啊，刚才你也说了，这是你婆姐啊给你们送的这个结婚礼物，也有一定的收藏价值。您看是不是先和你老公商量一下，再去卖这个？不用商量啊，这是我的东西，我都有权利把它给卖掉。本来对你说这收藏不收藏呗，我一个小婚人家，我也不喜欢这东西，你看脏了吧唧的，是吧？不喜欢它。对啊，我不如买个包放那，哎，我上街，我拿着看着我开心。美女是这啊，刚才我听你说，这是你婆姐送给你夫妻俩的，是吧？一个是送给你的，一个是送给你老公的。对。刚才也说了，这可以当传家宝留着。我建议啊，你还是跟你老公再商量一下，你不然的话，到时候万一因为这个生气划不来，对不对？买包啊，刚才你也说了，2万块钱，你跟你老公要或者跟你婆婆要没关系，回去也可以给他们要，因为这个银元呢，你卖了就买不回来了。啥意思？你不收啊？我不是不收，我肯定收，并且这2块银元我刚才看了也特别喜欢，你还是跟你老公一起来，我肯定能收，行吧？哎，那中，那我回去给老公说。那行，行，中，谢谢你了吧？没事。哎呀，大爷啊，这属于啥菜啊？这青菜，种的青菜，自己种的啊，准备摘在让下面2屋吃嘞。哦，那不错。上次大爷您说不是家里有银元要出手是吧？有银元我没办法了，我腿疼风湿病。哦，风湿。没办法，现在这银元拿了想卖了。没事，您拿出来我看看，行吧？我在这儿等着您。啊。哎呀，自己种的这个，这是叫啥京菜？放面条里面。哎，行，我看看。哎呀，行，好嘞。哎呀。你还别说，大爷，您这银元挺漂亮，这一看就是传世的，家传的。家传嘞。家传下来就这几块吗？原来多，原来100-200块。100-200块啊！闺女结婚的时候给她嫁妆元66块，给她拿走66块。哦，66大顺。66大顺。那不错。前年孩子结婚的时候啊，你也要彩礼钱没有，所以我叫那个。在家传的银元给他卖了100多块。哦，卖100多块啊。凑彩礼了。凑彩礼了。哦。现在没有办法了，这都掉几块，准备给孙子嘞留着嘞，一弄嘞。现在手里也没钱，给孩子要酒钱他是没有。啊，就说呢，我就说这老银元看起来都不错，这包浆也特别漂亮，这要是卖了就是有点可惜。一般像这种都传给子孙后代了，当传家宝留着呢。现在是。因为没钱，看病需要用钱，腿子疼得很，现在。哦，那你这样，你不是刚才听您说，你看有儿子有闺女，有闺女给闺女要钱嘞，闺女说了，俺现在俺家庭嘞
4个孩子都上学，没有钱。哦，您闺女有4个小孩啊？找到弟弟，找到弟弟，找到俺那儿嫂了啊。等等，一等了个1个多月1、2月了，来回等，那没办法啊，我不能真的给他因为这个钱给他弄伤别扭啊。那是，这没有办法啊，叫他几个家传里的银元我拿过来，看看能管卖点钱，我管看腿腿都太厉害了，腿。这样，大爷，您这个看这个风湿病啊，看腿疼得需要多少钱？2000多块。2000多块钱。哎呀，那看来这以前挣的钱啊，都给儿女了。都给儿女回笼了，一点平常年轻时候没啥病的啊，一点都没攒钱哦。那你说你这儿子闺女，说实话做的可不咋地道。他都没钱，现在他说我有啥？你不说有钱没钱的，又不是说要的多，有2000多块钱，一人给1000块钱也够了呀。这你这闺女儿子，说实话做的真是不行。那没办法，他没钱，你没办法。那行，大爷啥也不说了，那我把这银元给您收了。是这啊，你需要2000多块钱，你这6块银元呢，肯定是用不完卖了。像这个龙阳、北洋龙，我们现在收的呀。像您这情况，我就多给您拿点，1块4000，2块就8000的。然后这大头呢，品相也不错，味道也非常好，我1块给你按1300给你收了，这就1万多了。是这，大爷啊。您这个东西卖了，该去看病去看病，剩下的钱啊，不要给你闺女，也不要给你儿子，谁也不给了，你留着。对，你真是说，突然之间需要用钱了，咱自己手里有点。找不要他不给。那是。另外啊，这也不是长久之计，有啥说啥的。你还得找你闺女儿子，好好跟他们说一说，对不对？你养他小，他得养你老，对吧？哎。那就先这样说，我就把钱给你数一下啊。好。您好，想弄点啥？我这有2样祖传的宝物，你看恁收齐收不齐？2样祖传的宝物，我先上手看看，这属于啥呀？这是过去祖传的这个古瓷器。古瓷器，在我家已经传了有几代人了。几代人了？对，那看来这是传家宝，就是俺家的传家宝。我的天呀，这小和尚惟妙惟肖的。老哥，你这种东西想卖多少钱呢？我不多要，100万吧。100万？对。我的天呀，老哥，您张嘴就拿这个，就想卖100万？那俺家祖传的东西，家里100万你也买不走。家里传家宝。对。那行，是这老哥，咱店里呢主要是玩银元，这种瓷器啊，咱是不懂。不懂。对，不懂。你想要100万，您来错地方了。然后呢，说实话，这个您说是传了几代人的传家宝，我看着挺新的，并且我去朋友家喝茶的时候，我见人家茶桌上放的有这东西，这个好像叫茶宠。有没有可能这个东西时间放的啊？哦，还有东西玩银元是吧？啊，银元倒是没有，我这家里边祖传的有一块黄金大头。哦，黄金大头！对，我的天呀！中华民国9年，对，黄灿灿的，确实像黄金。咱确实像黄金，就是黄金大头。老哥，就像您这种黄金大头，有什么来历吗？有什么来历？普通人家没有。普通人家没有，那确实，普通人家放的银元，这都是银的大头。在民国那时候啊，俺祖上过去是大官。大官啊，普通人的跟普通人的银元不一样。哦，来历比较大。对。我的天呀，这种黄金的大头，没见过吧？我见到是见过，说实话，我没见过真的。没见过真的，今天让你见识见识。好。小心一点，别拿住。行，老哥，您这块黄金大头，您想卖多少钱呢？想卖多少钱？应该是无价吧，好像。无价？价钱？那意思就是给多少钱你就卖，还是咋回事？不，我的预期是500万。500万？对。说实话，老哥，就即便一个银的，就银元银大头，如果是铅制版的，那你500万也买不着。你铅制版的最起码在拍卖会上还能见到，但是像这种黄金大头，如果是真的，那我肯定是第一次见，之前见到的都是假的。如果说就像这种基本上算是古品的东西，你500万价格要的不高。
要的很低了已经。给你吧。啊，给你吧500万。那行，老哥，你看，你要是这东西要给我，那我首先得看一下老不老，看是不是黄金，对吧？那行，那我用手拎着，重量感觉不是太重，我再听听声音，行吗？这也不像黄金的声音，老哥，是这啊，就是咱们这个金属啊，不是说只要是黄颜色的，它就是黄金，有没有一种可能啊？这个是黄铜的大头，好，现代的工艺品啊，给我打住！咋回事？你是没钱，没钱，把东西给我。别着急，老哥，我先给你讲一下，刚才说的这个材质是吧？从它重量以及这个敲击的声音来看，它不是黄金的，那是啥？咱们再看一下，它是不是老的，有没有老气儿？对不对？看清楚啊，首先呢，我就看一下这个最主要的就是鞭齿吧，这个鞭齿整个鞭齿都是整齐划一，那啥意思？就跟民国那时候铸造工艺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对，我觉得它也不老，不老，对，不老，是真的，不是黄金的。首先不是黄金的，也不老，所以你说卖500万，我这是对，我买不起，行，对。你好，想弄点啥？老板，这回我可发财了啊！俺邻居盖房子拆房子呢，呀，挖出来好些银元，我全部给他买过来了，100块钱一块。100块钱一块。对。这样，你先倒出来我看一下。你稍等一下，我找个垫子垫上，你倒出来我看看。100块钱一块买回来很多银元。对，总共这下来有100多块。100多块。对，1万块钱全部给他买过来了。100多块，1万块钱。对。你邻居盖房子挖出来的？对，挖了不少当时。我的天呀！这东西是吧？之前我看你视频里面我都看过啊。哎，那银元，那一个是吧，就得1000多块钱。那确实。乖，这100多块，你像我翻多少吧？这那个我1万块钱你先别着急，你邻居关系怎么样？关于邻居嘛，还行是吧？对，能这样，你要是听我的。你赶快给他退了去！谁跟你说这是银元呢？你没看上面的字吗？我看这不都是？我看你那银元原来挖出来的，不都是带着铝锈吗？那是，那银元放地底下，真是从地底下挖出来的，确实是带铝锈。这个也带铝锈。对。但是银元是银的呀，你知道这是啥吗？这是铜板啊。铜板跟银元可不一样。铜板能值几块钱？专门找一个。字口清晰一点，你看一下，其实它前面这个当字前20文，明白吗？这是铜板，当20的铜板，跟银元差别很大。搁民国的时候，这也是钱，但是这就相当于民国那时候的像5毛啊、1块的硬币。零钱。对，零钱。这银元呢，就相当于。大面额的钞票，大面额的钱，它1块银元在民国的购买力一般就是500到1000，知道没？所以这东西不值钱，因为这个零钱吧，你像咱们现在发行的这种硬币，它发行量都非常大，像这存世量非常非常大。你说你100块钱一个买，那你肯定是吃大亏了呀，别说你赚便宜了。你赚啥便宜啊？那这应该有个价吧？有个价，这里边不应该也有贵的吗？是不是？你这我看你视频说的每个，你先听我讲，铜板，即便有贵的，那也是4铢币，但是你这些一看就是流通过的流通品，它没有值钱的。像这种一般也就5块钱、10块钱一个。多少？5块钱、10块钱一个。你这总共是多少来着？100。对啊，106个。那你这下来，我估计也就顶天了1000块钱。1000块钱？那你花1万块钱买，你肯定吃大亏啊！老板，你再看我正把人花1万块钱买了，本来想说是吧？这那6个零头给你算了。本来想着捡个大便宜，捡个大漏，是吧？那你说实话，你这是你得看清楚呀。银元是银的，这是铜的呀。银的是白色。这都是铜的颜色，怎么可能跟银元扯上关系呢？东西是老的，一眼开门的老的，
但是跟银元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不是你买你邻居的吗？应该能退啊。我也不知道他能退不退，谁说这邻居好的时候，这碰见利益的时候，他会咋着？你不管怎么样，反正这个东西肯定不是银元，东西是老的，应该就是从地底下挖出来的。你看这是有绿锈，深坑绿锈，但是这跟银元不一样。这样装起来，找你邻居退了去，好吧？找你邻居退了，赶快退了，赶快退了。谁知道啊？这银元是再一个，银元比这个大，这是大20的铜板小。明白不？银元有小了呀。你就别那个啥了，以后啊，对银元不懂的话，不要瞎买，你不要光想着捡便宜。记住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天上不会掉馅饼，贪小便宜吃大亏，明白不？这一次你买的还是你邻居的，应该能退。你要是买那不认识的，那你肯定是吃大亏了。来，拿回去。行，先谢老板。没事。我给找他去。没见过当爷都这么抠。居然拿一个破银元搁这当孙子的见面礼。我先上手看看。来，老板，你给我好好的看看，都这一块破银元，它能值500块钱吗？这块银元是一枚造币总厂，公博评级给的是 XF45分。龙的这面龙鳞，包括云朵、鼻子这些细节啊都在。字面呢都很清晰，全身打的。没什么问题，您说能不能值500块钱？看来您对银元不懂。这个是啥情况呢？这不是我刚生完孩子吗？哦。然后他也过来看孩子来。你说你见孩子第一面，你当爷爷了是吧？你不得有个见面礼吗？那是一般都会给小孩啊，给自己的亲孙子准备一个红包。对啊，大红包。对。你不说你最起码万8千嘞。你没有，你他妈给5000也中，都给他姥爷了，人家过来看孩子，人家上去都给5000块钱大红包。小孩的姥爷给5000的红包。对啊，到俺爷这了，不但没有红包，上去给个破银元啊，都给这破银元了，还能值几个钱啊？当时这小孩的爷爷说，就把这块银元当那个见面礼。对。哦，那看来您是对你这个公公对吧？对啊，对您公公有点误解。我可生气了啊！要不是俺老公在这儿呗，我非得说俺爷两句不中。那不行，拿我这当爷不会办事儿。哎，不行，你就是对长辈有意见，咱说句实话，你也不能说你上来就跟老人啊，你说那些不客气的话啥的，对吧？再一个，你这不是有意见，你这是中间有误解，有误会，明白吧？啥误会呀？我给他生个亲孙，他不得搞一顿黑忙？那是，那一般都是隔代亲，那爷爷碰到自己孙子也有孙子了，肯定特别开心，哎，不然的话他也不会拿这块银元送给他自己的孙子了。这银元都破银元，你先听我讲，你别着急，明白吧？就这个造币总厂的银元呢，在龙阳里面是非常出名的。这个龙阳里面有一个龙阳3剑客，造币总厂就是龙阳3剑客之首，它的收藏价值是非常高的。人家家里面放的那个老银元，一般就属造币总厂的数量是最少。它的数量少，代表着它的价值也不低。你刚才说想让爷爷给那自己的孙子包一个红包。见面礼的红包，你心里边想着得包个包1万块钱，对，那你就开心了。对，我这样跟你说，就这个造币总厂，你现在卖给我，我可以给你拿1万8。1.8万？对。这现在这银元得值钱吗？刚才就说了，这个造种呢就是龙阳3剑客，状态还可以，虽然有点老包浆，但是它字口啊、龙鳞啥的都非常清晰。明白吧？你这样一说，这他当爷的，这催货怪多呀！这我就刚才就说了，你们中间是有误会，把误会解开就行了。谁不疼自己的孙子呢？是不是？那是的。哎，那你说这我真是误会上了。你看咋弄？这种银元呢，一般在谁家里都属于传家宝级别的。如果说是不缺钱的话，一般不会卖这个。你要是真是需要用钱。或者啥的，你也可以直接卖给我。
那我现在不卖了嘞。他只要他爷的心意，叫我传下去，传给他亲孙的，那我都放着了，我也不缺啥钱。对，毕竟是爷爷给他自己亲孙子的一个见面礼，对吧？对，我今个主要过来的时候我不懂这个东西，我感觉这个破黑不拉几的，这能值几个钱嘞？我有点生气还。如果说你给老人啊说难听话了，回去好好给老人道个歉，对吧？你这只是你因为你对银元不懂，你以为这个银元不值钱，这个几百块钱是吧？就像咱普通烂钱一样。那对呀，这是银元，它跟那个铜钱啥的还不一样，不能伤了老人的心，是吧？回去好好给老人道个歉。我回去再跟俺老公说说，我再跟俺公公再好好的说说，道个歉。对，你不能是吧？一家子的咱都好说。那是都是一家人呐，是吧？咋弄？这块银元我还拿走，还收藏是吧？行。然后我谢谢你。没事，啥时候你要是真不想要了，你可以随时过来找我，肯定给一个好价格。我一定找你。行，好嘞，好，再见。家里老人留下来的，也等于算是祖传的，能打开看吗？能打开。行。后来我把有的内行就是他你那个装起来，他那损坏了。装起来了，老哥儿，这估计不是祖传的吧？祖传的。那他也是上一辈子我就不知道，他。北洋龙，这个是短尾。户部7002分，我的天哪，这可不得了呀！这个辛丑，我的天哪！这个你没见过？没有，24年安徽的。不是有。这个少，这种品相的，说实话我没见过。我见过一个安徽的24年，那个品相很差，但是人家那个确实是老的，能值个好几万块钱呢。这品相好的值几十万，真的。但是这个东西就没开盒子，老哥儿有啥说啥的，我看着就不太对。所以说您说是家里传下来的，说实话，你可能是你父亲留下来的，但是绝对不是祖传的，因为这些东西，就比如说像这种，祖传是传不下来的，老百姓家里面没有这种东西。这个他是当过兵的，不是他是国民党的兵，国民党的兵也没有这个东西，明白吗？他的军衔是少校团长。少校团长，宣统3年，这属于臆造，等于说就没有铸造过这样的银元，臆想出来的。我看做工挺好，这盒子能打开吗？能打开。能打开是吧？这包浆，说实话，这包浆看起来，一看就不是老包浆。这个白豆茶有这个。我的天哪！我的天哪！这要是东西，这要是真的，老哥，这不得了。我看着只能算是真银假币，我看着像银的。如果不是银的，就是那种镀银，里面是铜的话，它应该比这厚。但是我拎着有重量感，有银色还可以，但是不是老的。那我就不知道。就不知道。看，听着声音也是银的声音。这属于4铢币，4铢币就没有流通过的那种。然后你再看，就不用看边齿，我就在看壁面的包浆，我就知道这包浆都不对。老包浆跟这种包浆它不一样，跟人工造上去的包浆它不一样，它不自然，明白吧？这明显的一看，你看这包浆太假了，行内人一看就能看得出来。您从孝感赶过来，怎么着几百地，对不对？你这么远大老远跑过来了，我得给你实话实说，真的真就是真，假就是假，对不对？
哎，并不是我，还有一个呢，就是我这边说的也只是作为一个参考，我认为这些是假的。哎，您觉得比如说有不同意见，您感觉这还是真的啊？您可以找其他人看也好，或者拿去评级入盒也好，对呀，都可以。俺邻居这人真坏，拿假银元来骗我的钱，叫我上当了。这是啥情况啊？我先上手看看。哎，俺邻居这个人，还是那句话，真是良心大大的坏。哦，这些银元是你邻居卖给你的？对。然后是假的？是假的。这是谁跟你说的？这些银元是假的呀？俺妈跟我说是假的。哦，这个首先我跟你讲，因为这不是俺邻居他家里留下的东西，他是一个干收废品的。哦，他是收废品的。收废品，然后他从那个废衣服里边就这脏衣服里边找出来15块银元。哦，这是15二整。然后我上他家里玩，我给他200块钱一块买回来了。200块钱一块买回来了。对。然后我拿回家，俺妈跟俺媳妇儿说我是傻子。说你是傻子。我就是假的，你上当受骗了。对，然后呢，俺妈说了，她以前她见过银元，她那个年纪都见过银元。她说这银元一看就是假的，一看就是假的，就是你那个邻居收破烂的那个邻居骗你了。我去找俺邻居去退然后他不给我退，俺妈又跟他吵架，吵的呀，那是假如说不可开交。俺这个邻居也是见钱眼开的货他这个人呢硬咬着不退。咬着不退。对，我都说赶紧上你这儿来看看，要是真是假的，我都准备去法院起诉他了。你这银元是当时花了多少钱买的？一个200，一个200。对，总共是3000块钱，15块，3000块钱。对。然后回去家人都说这是假的。对，主要是咋说，一个200块钱也并不多，主要俺这个邻居说话让人恶心他死活不退，不退。不知道。哎呀，你邻居收破烂的，从他那个收的废品里面，就旧衣服里面找出来的。主要是他是白捡的，知道吧？他白捡的，我不是给他3000块钱了吗？这3000块钱死活不想给我，知道不知道？哎呀，我跟你这样说啊，大姨呢说是假的，见过银元。对，我估计时间长了，他对这个银元还是不太了解。小时候见过。我这会儿给你先说一下，你这几块银元啊，不是假的，真的。真的吗？都是老银元。你不单单没吃亏，没上当，我跟你说，你还捡了一个大漏。不可能吧？俺妈不可能假的，俺媳妇儿也说是假的，俺媳妇说她。那是因为你媳妇儿还有阿姨啊，他们对银元不懂。我这刚才也看了这些银元，这一眼开门的老货，都是老包浆。我也捡漏了。边齿、壁面，这一看就是老的。一眼真大开门。捡漏了。我为啥说捡漏？就是你赚大便宜了。像这个大头呢，我们现在像这种品相，我们收啊，一块1100，一块1100，你不是总共花了3000块钱吗？对呀，15块，我看都是大头，是不是？是。你这15块要卖给我的话，1万多，将快2万了。真的假的？你要高兴的都是不。啥真的假的？不敢相信。你别相信不相信？你要是不想收藏，你现在可以卖给我。那我肯定卖给你啊！你也不用去起诉你邻居了。对呀，我也不跟他说，我就说我人吃亏了，你卖假的就假的吧，反正都是邻居的，起诉你。那不行，你给他说一下，你说我找专业人看了不假就行了。我不能这样跟他说，俺邻居这个人你不敢跟他说，你给他一说不是。他给你要走，那随意吧，反正是那是你跟你邻居的事儿了。确定出手了是吧？确定出手，你给我算多少钱？我回去再跟俺媳妇跟俺妈说说，看我都买东西。我说是真的吧？他们这咱们头发长，眼光短。那是主要是时间长了，确实对这个银元不太了解。行，那就这样说啊，白白又赚1万多。